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去讨论最新国际国内议题的大白话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保重啊，身体声音啊。国际战略学者林玉峰老师。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全球都在看美中到底谈的怎么样啊？在美国全力希望围堵中国大陆的时候，这个时候关税战却产生了新的转圜。纽约时报是怎么分析呢？这位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 Kelly Chen， 他是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的。他认为中国世纪可能已经随着科技制造业的强劲崛起来临了，而美国川普政府则是因为他的关税政策反而自己削弱了国力，而加速了中国的强大吗？经济学人也做过了这样的报道，让中国再次的伟大吗？这个上个世纪《纽约时报》特别把它并在一起来提，他说，著名的英国学者、史学家汤恩比曾经讲过，19世纪是属于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属于美国人的世纪，21世纪呢？属于中国人的世纪，现在到底会怎么个谈法？中国是不是有本钱继续叫板呢？因为双方有缓和90天啊，先降下了关税啊，现在却又快翻脸了吗？因为美国对于华为的晶片再度提出警告。本来第一时间，美国商务部的网站呢，曾经它是在日内瓦里面达成的协议里面特别说，不要忘记先前川普是把拜登禁令、晶片禁令先取消，全球都可以销售的，但是商务部却突然调整了12号发布 AI 晶片出口管制指南新闻稿，特别调整成什么？警告业界啊，使用中国先进电脑晶片，包括特定华为、升腾晶片可能会有的风险。所以大陆方面觉得，这是美国破坏双方我们在日内瓦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啊，所以给人家下绊，不会让自己跑得更快。最后结果是搬石头扎自己的脚，是不是代表双方又有可能又要翻脸的这样的迹象呢？因为这个所谓的松绑 AI 禁令啊，做布局呢，是川普先前先把这个拜登的禁令先取消掉，以为是要全球去可以卖的，现在又把它缩回来，特定的管制对于所谓的升腾晶片的话，这个在代表什么呢？巩固技术霸权，确保国家安全，这件事情又回到了原点吗？川普想要打算说要做这个主权 AI 破坏别人国家不能比他强吗？要一定只有美国才能最好吗？所以还要台积电嘛，要中国大陆的晶片不可以买到嘛？所以接下来会增强全球 AI 供应链的控制能力吗？这个叫做地下帝国。而黄仁勋到台湾来，昨天宣布的是大家很印象深刻，他是要在台湾盖超级电脑，他就要给台湾什么？就是这个主权 AI 能做到哪里呢？黄仁勋很直白的告诉川普啊，如果失去大陆的市场，辉达就会损失150亿美元，同时也会让美国流失大概有30亿美元的税收，讲得很直白，这是不是也是川普改变心意去谈的可能原因之一？而大陆我们看看小米好了，他已经宣布10年内要砸2100亿，这是雷军的宣布。2100亿用来干什么呢？研发晶片。因为他说，晶片是必须攀登的高峰，也是绕不过去的硬仗。台积电的这个优势还有多少呢？那当然还有这个优势，我们先看着有画面的全球最大无人采矿卡车队，哇，一大批在蒙古看到的画面。这个采矿卡车队呢，是全球首个100台无人电动矿卡车集结的这样的地方的画面标志全球第一个露天矿生产的实现 5GA 网络下面的车云网。哇，那直接凯撒不用人，也不会再担心创产人力的问题了。这个各种 AI 之下，一步一步，其实人类的文明的重要的转捩点就在此刻。川普呢，他是很自满的，觉得美国一定很强啊，一定很好啊。减税的神话在国内是跟大家宣布，我说了其他国家的关税回来，我就要让我们纳税钱根本不用缴税，这种都有的。经济学人分析，美国根本收不到那么多川普口中的关税，更不该把政府的预算跟中国进口的商品挂钩，因为后患无穷。现在已经发生这个经济的后坐力，在一般的中小企业里头，美国的小企业主就抱怨川普的关税。其实唯一他的企业试过各种方法嘛，唯一能赚钱的方式就是在中国制造嘛。现在正在扼杀企业，因为他们不需要什么减税，他们赚的可多了。这位小企业主讲的刚好他说他气得想把石头扎过去。现在呢没有办法获利，川普所造成的。而为什么现在就算已经慢慢降低啦，对中关税怎么货品还贵呢？
专家，美国专家访问 CNN 访问的专家的说法是说，因为新的税率就是暂时嘛，还有一段时间大家抢进想定，然后线上等，快，急，那就加运费啊。所以呢，所谓的降低关税、节省下来的资金，也是棒最牢了哈。所以分析师认为，这个尽管美中降温，美国的经济成长仍然会放缓。风险还是很高啊，大家不放心川普还会怎么样嘛哈？所以啊，川普心心念念一直要联准会降息啊，降息让他的这个可能的相对的平衡啊。可是联准会官员仍然认为这还不是最糟的，还不是经济景气最糟的低点，仍然暗示到9月应该都还不降息，所以是换不掉的官员鲍尔。川普仍然拿他没办法，而白宫说，川普还不认同什么呢？不认同穆迪在分析里面下调了美国信评，就是3大信评里面最后一个下调了。他就说你们是假的，这个是并没有如实反映美国经济的基本面跟长期的信心。AAA 变成 AA1， 那就是你们在弄我搞我。可是其实这也是投资人普遍的心态。白宫经济顾问驳斥穆迪降评，是强调美国的公债还是最安全的避险机制，但全球的投资人已经不这么想了。赖老师，我觉得汤恩比的预测很有可能会实现哈。21世纪确实是会是中国人的世纪啊。10年前这个当时有2025计划，现在连日本、美国所有的研究单位都已经证实了，2025年的这个的计划基本上全部都达成了，也就是达到目标，有的还超标。那现在大陆已经开始在明年开始，2026年他们要推出15计划了，也就是说新的5年的计划又要开始铺开了。那这个就是企图心就更强了，会到2035年啊。那在未来的10年，他们又再往前走一步。目前在前沿的科技里面，包括量子通讯、量子科技、量子计算，大陆在这个部分里面又领先了。因为美国刚好就是在川普上来的时候，在反其道而行，把这些很多的研究计划案砍掉，把很多像哈佛大学等这些著名大学的研究补助砍掉。所以他们的很多的研究员，因为他已经没有足够的研究经费，因为研究员他的研究经费要5年、10年左右的，让他能够持续做研究。可是这些预算都没有了以后，他们的研究就持续不下去了。所以我们也看到了，造成了这些美国很多科学研究人才外流、净流出了。欧洲大量的在接收这些人才进入欧洲来，法国也在抢人才，所以他们前段时间欧盟到这个索邦大学，就是巴黎大学第3大学，在索邦大学召开一个有关于迎接美国科研人才进入欧洲，然后给予这种科技难民的身份，就是给他们一本蓝色的 passport 这样的一个身份，让他们能够长期的定居在欧洲，定居在法国。现在连英国也跟进了，英国也编列1个亿的英镑开始也要把这个美国的科学人才把它吸引进来。另外一大部分的科学人才回到中国大陆去了，而且数量越来越多。千人计划中已经开始大量的流回大陆，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原本它的科技研的人才依靠很多的留学生到美国去读书，然后这些留学生留在美国，但是看起来这些教授或是研究人员，他们陆陆续续都在离开，这个对美国的科研来说绝对是重伤。保证是重伤，而相对来讲，对中国大陆来讲，它的科学队伍的数量越来越大。最早中国在 AI 这个部分跟美国的发展是分2条线，中国的 AI 在制造业这部分是领先于美国，可是美国的 AI 在就是我们讲的聊天机器人、商务活动这个部分，它是领先于中国大陆。可是等到中国大陆的 DeepSeek 一出来了以后，原来领先的 ChatGPT 就是 OpenAI， 它突然间发现它的领导地位消失了。所以如果把制造业跟这个商务的把它加在一起的话，在 AI 这个部分，中国大陆基本上就领先美国了。所以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大陆播放出很多，像我自己本身也到重庆，在赛力斯去看他们，基本上都是 AI 生产制造车那个电动车了，人工的已经减到很少了，他们甚至连品管的时候也都由 AI 来做测试了。
而且精准度非常的高。那这样的一个发展情形下，大家看到在很多领域，甚至原本美国保持领先的生物制药这个部分，现在中国大陆也赶上来了。而且在于癌症的制药，大陆已经开始追到美国的平等地位，所以等于是美国原本很优势的一个都面临了很大的冲击。再加上大陆的科学人才的队伍很庞大，因为大陆每一年的大学生数量很多，如果以1%这些最顶尖的大学生来讲，而且这1%中学自然科学的大概6到7成，而在美国1%的学生学自然科学的大概只有3成，学法商的是占7成，也就是美国最聪明的孩子里面，他们绝大部分去学法商，因为赚钱比较快。而中国大陆最聪明的孩子，他们学理工，因为他们本身科技研究是国家发展的重点。那你想，在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里面，高下已经出现了。这就是黄仁勋说，在 AI 这个部分啊，全世界1半以上是中国人，你怎么可能打压得住中国大陆在 AI 方面的发展？但是问题就在于美国的政客执迷不悟，听不进去这一些业者，而且最顶尖的业者的一个推断，那又能怎么样呢？是委员，川普逼着全球大家都要选边啊，可是显然聪明的企业家例如辉达就没有选边，他是以多方都得利的情况之下，所谓的让美国再度伟大，结果现在目前现况如何？我是觉得这种用围堵的方式不是很成功。你去看真正的围堵，所谓的经贸的制裁，对交战国进行这样的一个制裁效果都不是很好。因为第一个，这地球其实还算蛮大的，然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复杂的所以你要去围堵一个国家，你正面围堵它，可是它从侧面去获得其他一些东西它彼此互相有这种依赖。过去美国好像可以办得到，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不过其实以前都没有办法办。你说乌克兰战争，美国对这个俄国的石油、天然气这些都进行，坦白讲围堵制裁，对不对？那我请问你，他卖到印度去了吗？他卖给中国大陆，包括欧洲很多的国家，你都在海上透过所谓的这种船只的这样的一个转移然后天然气，那俄国天然气、石油，还不是最后就到了欧洲的市场吗？西欧的市场吗？所以这个坦白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现在要讲了，导致讲日内瓦这次这个双方的所谓的协议或是妥协也好当天我就有个感觉啦，一只燕子是带不来春天的啦。你说一只燕子出现了，双方斗争了这么久，突然间一个日内瓦的协议就可以解决问题，我是不相信的。如果美国跟中国大陆知道他们之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且不是因为一个原因而已，是多种的原因，不只有经贸的问题，还有军事的问题、外交的问题，整个交缠而起的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之间的这种敌意嘛。所以你说纯粹，所以他们也晓得说才有90天的缓冲期嘛。我认为这个只是暂时的停火，因为川普也担心这个物价会上涨，会冲击到他的基本盘，所以他就做这样一个妥协，一边再来观望情形。所以你说现在突然间他们又讲到说这个晶片又祭出了所谓的禁令，你其他国家不能用华为升腾他们这些晶片什么的，这个其实就是代表美国是举棋不定的。但是他的最重要的那个目标还是就是我就是要打击中国大陆，我就是要围堵他，我就是要困住他，我要让他没有办法继续向前走，因为他对我的威胁实在是太大了。所以美国会继续围堵中国大陆，只是不停的方式有时候可能退2步，然后又进3步这样。不过整体来讲，他会继续围堵。这个东西有效没有效？我认为第一个说完全没效，我认为是假的。你逼中国大陆前置也是透过洗产地的方式，从别的地方收集到很多美国的晶片嘛，要不然他怎么能够撑到现在嘛，对不对？可是另外一点就是说，你说要非常有效，那就要看真正的决定点还在中国大陆。你中国大陆有没有办法突破美国的科技的封锁，然后你自己造出更好的晶片？现在可能7奈米
过阵子可能5奈米过来3奈米，你可不可以你做的比较慢，也可能要花比较多的钱，绕一点远路，但是呢，你最后可以做得出来。如果你可以这样，尤其你可以把它丢到国际市场去，跟美国拼搏一下的话，就像现在的成熟制成的晶片，中国大陆在国际市场还是卖的最多啊。所以也就是你如果能够像搞成熟晶片成熟制成晶片那样子的，你可以把很多的更新的先进的晶片你可以造出来，而且你丢到国际市场，你有竞争力，那美国对你的围堵就会没有办法。就是做不到。可是呢，这个时间可能中国大陆在这过程中，它会非常痛苦，它投资要非常的多它的很多的比较精密的工业的推动研发等等也会受到一些阻碍。可是这是个长程的比赛啦，这个在他们之间的竞争，中美之间的竞争，我认为是停不下来的。这个竞争不是说未来几年，我觉得未来几十年，我认为都会持续进行。将军，当然，美国对于中国大陆最忌惮的一定就是 AI 技术用在军武上面。但是这一连串的 AI 的这种设备啊，最新的研发呀，也的确看出来了，它已经急起直追。对，我认为除了这 AI 之外，也要有一些文化的底蕴。文化的底蕴，那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好像做的比美国稍微好一些。所以按照这个西方的历史学家汤恩比，他有讲到就是这个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20世纪呢美国人的世纪，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这个在汤恩比的历史研究里面有写。我在30年前读博士的时候就读过这一本书。但是不要忘了，还有另外一本书是汤恩比是英国人，但有一个是保罗·甘乃迪写《霸权兴衰史》，这是美国人写的。那个保罗·甘乃迪他是教历史的，他在这一方面他研究了中国的历史日本的历史、欧洲的历史、美国的历史，还有苏联的历史，就现在的俄罗斯，他研究出来霸权现在整个霸权的这样子的根据，这样子的走法。后来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现在回来看那个中国大陆这几年来走的，我觉得他好像跟我们的国父孙中山的原来的想法三民主义，中山的想法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有一些走法，往三民主义修正了。因为你看看孙中山所讲到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就讲建设，北方大港、南方大港，还有中部的上海的这个大港，中国大陆都在做，铁路建设、轨道建设也是在做。所以我们来看这些方方面面的建设，那就是中国大陆在现在所做的，就是以前将近100年前三民主义所制定的里面一些相关的这些建设。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汤恩比以及这个保罗·甘乃迪的看法，那当初可能对这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方面的思想，他也有做这些研究，好像不谋而合。资本主义吧，因为全面的资本主义是这个市场当然，我们接下来来看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传来停止和平的消息？我们戏剧待会儿过来。我们先来看看，本来川普不是讲24小时吗？已经过了多少个24小时？而最新在川普两普的通话之后，川普跟普京2个人通话之后，看起来还没有停的意思。虽然有提出来说会有一个和平初步协议要订定。双方要签署，但是怎么签呢？还有到底多久要停呢？反而美国这边传出来说，他们可能要准备退出来，他不想再参与相关的消息。所以呢，在董军没有出席，这个是来自于《金融时报》的报道里头，董军大陆的国防部长要缺席香格里拉对谈本来这是两方的美中的国防部长对话的这个时刻，反而这个时候不见面，是避免接触吗？那这个董军还上一次曾经2024年在参加香格里拉会议的时候讲话很硬大家印象很深刻他就说这个是有个别国家在外部势力煽动之下毁弃双边约定等等等等，配合外部势力在本地区这种部署中程飞弹，但现在这一次他直接就不去参加了这次可以往哪里来观察呢？但是美国方面一边虽然在谈判但美菲联手剑指中国，美菲刚刚公告有个海上勇士合作，先前才刚建币间结束，现在又要海上勇士继续来军演所以呢，巴丹群岛呢也因为这个吕宋海峡这个地理位置被称为关键点嘛。那现在是不是美菲针对南海问题大本营跟
黄岩岛隔海相望，菲律宾禁止对中国可能要谈判。当然，菲国最近也在选举嘛，内部的选举影响也很大。那菲国很明确的表示，马可斯政府仁爱交这里面的这种不会寻求中国许可。过去曾经有一个协定，不算协定，甚至暗示未来长期会占据这里的岛礁。其中在美国航母的部分，看到杜鲁门上次我们看到，哎呀，这个飞机好惨，上次惨烈的画面，直接这个F-18战机掉到海里的画面那现在这一次呢，损失了3架之后，终于返航，结束多灾多难的任务。本来是全球吧最厉害的美国航母了，却发生了这样的状况。在军力上、国防上，究竟现在美国的状况如何？那因此自己都自顾不暇，会是这样情况吗？不知道。川普不想管俄乌了，两个人通了话，以为要签协议的不是吗？他却传出来暗示美国要退出俄乌调解，你们自己解决。就好像台海，你们自己谈，是这种概念吗？所以川普的改变立场，某一种暗示，但他随时会变，明天会不会怎样不知道。但现在是有这样的风向正在宣布，这个通话2小时，川普宣布俄乌要立刻开始谈判，然后跟川普通话2次，泽连斯基要求这个美国不要擅自为乌克兰做决定。其实他跟一如现在白宫先前的样子仍然强调不要美国把我们卖了的概念。那这种各种的通话前后比较一下，他说美俄去通话，不要在没有乌克兰的时候去做决定。通话后，乌克兰考虑举行由美国、乌克兰、俄罗斯跟欧盟国家、英国都要参与的高级别会议结束冲突。问题是，普京要吗？俄罗斯看起来是不是没有要结束战争的意思？不论不报道说，这普京根本没打算停火逢场作戏，演一演戏而已吗？而甚至呢，还痛批川普偏袒俄罗斯的是谁？居然是美国，历经5任美国总统的资深外交官这位长期驻扎在美国驻乌克兰的大使布林克，他也不满川普这样的做法，他自动请辞，所以2022年起一直担任这个职位的，现在上个月就辞职了。他认为像被害者不好意思因为川普上台后偏袒的侵略者，反而让被害者乌克兰被不断的施压，他愤而辞掉了大使的职务。赖老师来看看，包括了菲律宾包括了这个美国的军力也受到了全面的检验。董军才去欧洲访问他到法国去受法国国防部部长的邀请，那么去法国进行了访问，也跟联合国的秘书长谈了有关于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因为目前中国大陆是全世界派维和部队最多的一个国家，所以联合国希望中国大陆能够继续帮联合国忙，然后推动这个世界的维持和平的一个的任务。那董军也答应了所以会在于国际的这个维和部队里面会占有一些贡献。但是对于这一次的香格里拉会议，我觉得中国大陆已经对于川普的这个团队这个说一套做一套已经不耐烦了。你看日内瓦会议才刚结束，结束完了以后，对于华为的升腾910B、910C 还要再做常备管辖然后又开始对于大陆的实施这些制裁等等的。那大陆当然就立刻就反击了。我觉得以目前来看的话，所以大陆就是说刚刚谈完，你马上就违反协议，那你这样的一个国家跟你在交谈有什么意思？所以我个人的推断是，大陆有意的在军事安全对话这个部分降低层级了。那这次到香格里拉的会议里面，把层级的拉得很低，那就是代表这个会议中国已经对在这一届没有什么兴趣，因为再跟你美国谈也没什么意思了。那我个人是认为，以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局势来看的话，就是中美的关系其实还是在于低档低潮的时期。那目前看起来没有转圜的这种现象因为军事上如果没有转圜的一个现象的话，你在政治外交这个部分经济的活动，你要再推得更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有关于杜鲁门号的问题杜鲁门号坦白说，他这一次的任务，上一次的任务已经灰头土脸了。上一次被这个胡塞组织打的这个，他后来招架不住，然后整个根据媒体的报道，尤其是美国自己承认，他们的整个甲板都烧黑了，也就是说，他的这个防空导弹系统几乎都用完了，所以杜鲁门号就不得不赶快回去整补，整补完以后又回
回来以后这次更惨，去年12月一架飞机啊，在返航的时候竟然被自己的护卫舰误判，以为是不明飞行体，把它打下来，这是 F-18。然后另外一架竟然是在于胡塞组织攻击杜鲁门号，杜鲁门号进行大回转的时候，把这个飞机甩出这个海上，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因为一般来讲会把这个飞机甩出海上，就有一个情况，就是这个飞机在升降梯都还是有固定锁的，是在升降梯固定锁拆开准备要上去的时候，然后这个杜鲁门号突然加速一个大回转，所以甩开了以后就这样子翻落过去，造成一个人受伤，然后一架飞机跟拖引车就落入大海。第3架那就更有意思了，着舰的时候没有着成功，挂钩没勾到，就直接进海了。还好飞行员有跳出来，这代表什么？代表这个杜鲁门号的任务太频繁了，然后飞行员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所以他也不得不赶快结束任务。那要怎么样结束任务？所以川普就抛弃了这个以色列了，就是不再保护以色列，他单独的、秘密的、暗中的跟胡塞组织双方签署了停火协议。那也就是说，美国保证不再打胡塞组织了，胡塞组织也保证不再打美国的军舰跟美国的商船，但是以色列的船照打。你看，美国本来介入这个红海的问题是保护以色列，现在竟然以色列都可以出卖台独。想一想，以色列啊跟美国是什么关系啊？不是说他最近也痛骂纳坦雅胡吗？不知道。我原俄乌战争哦，乌克兰已经签了稀土协议跟美国，那签完之后他要的已经拿到了，所以现在俄乌虽然双普通的电话，那传出来说，哎，你们准备自己去谈和平协议，美国可能不管了，这种几率看起来高吗？探戈要2个人才能跳啊，你一个人想跳，另外一个不想跳，你就跳不成了。美国你看不出来，川普一直对普丁有好像特殊的情感一样，那种妥协，那种让步哦，所以人家讲说，普丁有川普的这个把柄啊，这个很难讲。你知道，川普以前俄国他当总统以前，他在俄国也是访问俄国多次啊，所以你怎么知道？他就是一个兴趣很广泛的人，兴趣很广泛，这个我们都不知道。我是讲实话嘛，所以现在要对普丁来讲就是很简单，我不同意。你说要谈，我赞成，好，可是我同时再继续让战争延续下去，因为他如果现在是他最好的时刻，你美国人没有办法大力这个支援乌克兰的话，尤其你川普的很多言论伤害了这个乌克兰士气就会下去嘛。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最好的攻打的方式。我倒想很快的谈一下南海的问题。你知道以前在南海的冲突里面，中国大概1974年是跟南越政府打，这个战争，这个所谓的这个南海战争，过来就是1985年3月14号赤瓜礁嘛，我们都知道那个战争，这2场中国大陆都是基本上是打赢的啊。可是未来现在中越之间没什么，越南也在喷沙造岛，中国大陆不讲话，你做你的，我做我的。现在最早是菲律宾，为什么菲律宾现在态度变得很强硬？美国认为台海如果爆发战争的话，南海这个地方一定会在里头，因为南海舰队要出来嘛，他们要支援这个作战嘛，所以变了菲律宾很重要，就是从台海到巴士海峡这个地方将是进行两岸之间进行战斗非常激烈的地方，因为他的船要上来，要经过巴士海峡，要上到花东的外海嘛，所以美国认为我把菲律宾给养好、养大、养壮，这个地方巴拉望不止巴拉望岛，整个菲律宾就可以到时候就可以投入这个战争，所以美国在菲律宾的投资是非常吓人的。你看这个刚刚也讲了，并肩的这个每一年的这个演习刚结束，现在就来了另外一个演习，而且这场演习里面又邀了日本，又邀了这个南韩，还邀了这个英国的整个的武装部队投进去一起参加这个演习，所以美国是有他的一套的构想。你看他2023年的演习结束了以后，这个就是所谓的肩并肩结束了以后，他把这个所谓的台风系统就留下来了嘛，台粉嘛，
很多人翻译梯粉，我讲一下，那叫台粉啊，不是梯粉啊，那是希腊的一个省的那个名字啊。这个可以发射爱国者飞弹，不是那个战斧飞弹，可以打2500公里，那这已经变中程弹道飞弹了，也可以打标6的标准6型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反空这个飞弹啊，这个可以打240公里，所以他就演习完就故意把东西留下来了。所以现在菲律宾有些机场已经部署爱国者飞弹了，他就把一些东西留下来给你嘛，就这样子嘛。所以美国看起来是要大力的去鼓舞这个菲律宾来加强这个军备。所以未来如果一旦不管是南海引起的，还是说这个台海引起的战争，菲律宾大家都不会缺席。而且如果在南海打这场仗的话，我认为这个激烈的程度会超过跟越南打，中国大陆跟越南打，跟那个所谓的这个南越跟后来的这个越共打，这个大家都会差很多，这一定会打得非常非常的激烈。所以未来的这个重点不要只看台湾海峡，要看南海，而这两个地方是互相牵动啊，因为这个水是流来流去的。不过菲律宾自己政情也非常的复杂，很不稳定，马上选举的各种竞争也在其中。将军怎么看？我认为我们先看一下那个乌克兰战争。我认为乌克兰战争这个美国总统川普，我感觉到有点意兴阑珊，因为他是希望这个乌克兰的泽伦斯基能够割地换和平，但是乌克兰他不要。那现在乌克兰也把这些英国、包含法国、包含德国拉进来撑腰，大家一起来谈判。你这样子的话，那俄罗斯总统普丁他就不会出席了。他认为当事国就可以了，不要其他人帮他撑腰。但是问题是泽伦斯基他没有办法，他没有下台阶啊，他怎么可能割地？那他整个战略的方向错误了。那他现在整个的战略结果，他要去承担，他怎么去承担？那现在他如果一直不再接受的话，那就美国总统川普，那就算了吧，你们这个继续打下去。但是问题是，乌克兰现在为止缺兵缺得非常严重，而且士气很低，逃兵又多，几乎没有战力，那怎么办？那泽连斯基他需要一个下台阶，但是现在没有下台阶可以下了，因为他整个战略方向错误，这整个3年的反攻计划、复兴计划、光复计划全部失败，没有办法夺回失土，但他不敢面对那么残酷的结果跟事实，所以只能这样继续走下去了。那现在如果川普撒手不管，那乌克兰会更倒霉，因为现在的整个的战略的态势是对俄罗斯、对普丁是有利的，他已经顺风顺手的在做下去，继续战下去。他讲过，现在这个包含这4个卢甘斯克、顿内茨克、扎波罗热还有赫尔松州，那他如果不愿意接受，那我继续打下去，将来是8州哦，那就他拿下8州，甚至将来可能拿下10州哦，都继续打下去的话，那这样的话乌克兰会更惨。他现在的话，这个只割4州，那将来战更多，因为俄罗斯他会以他的战损，他以扩张他的版图来弥补他的战争的损耗，是这个样。这个一看就知道，普丁的想法就是那么单纯，他就是要领土，就是要那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想把它整个并吞进来，非常清楚。那泽连斯基如果不接受，那继续打下去的话，那乌克兰死更多，将来丢掉的领土更多，欠的外债更多，他所背负的战略责任更大，那怎么办？所以没有办法，他缺了一个下台阶，到现在为止他找不到出路。那菲律宾的问题，我们讲了，菲律宾问题刚才云芳委员讲得非常的清楚，因为他是站在这个美国这一边，他是亲美抗中，我认为他走错了，他可以亲美，但是不要跟抗中，因为他有很多的生意是跟中国大陆做，很多的农产品市场都是中国大陆，现在都停顿，所以菲律宾的目前的经济已经被越南超车，对他来讲是非常不利的。接下来我们看看印巴冲突啊，印巴冲突虽然暂时停火，但其实也还没有真的缓和完全的紧张局势。现在叫做舆论战开打嘛，因为两边都觉得我没有输，我们都有赢了哦，这样，尤其是印度。所以根据《兵器》杂志的报道，印度的政府在军事上挫败，他不认为他认为他赢了吗？所以转而发动舆论攻势，试图借由打击中国、土耳其、阿塞拜然嘛，转移国内的外的压力，被质疑是为了外交自杀嘛，这是外媒的形容词啦。所以到底谁输谁赢，其实大家可以客观，这个时代是资讯非常畅通的时代。印巴局势紧张，巴基斯坦做了一件事情，他去外长19号到21号去访问中国大陆，大陆的外交部长发言人毛宁特别讲，印外交部长王毅邀请他来的哦。
巴基斯坦的副总理兼外长访问中国的时候，特别表示中巴关系的高度重视。关系这么好，那当然就有各种的合作空间啦。例如，中国跟巴基斯坦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高层交往，各领域合作密切所以愿意跟巴方以这次访问为契机，进一步在战略上沟通跟协调，更加紧中巴命运的共同体。哇，那这印度可能就要紧张了。走这么近的时候，那印度的底气是什么呢？南亚是不是会可能再度的失控呢？传出中国还会提前6个月交付歼35A 战机给巴基斯坦，哇，那6代机就要来了是不是提早6个月的交机呢？2066年本来预计提早的2026年。大幅提前吗？歼35A 的提前交付，先前我们看到的画面是网络上的，跟歼10这次 KO 印度的这个法国的飞机的时候，这个战果凸显美国印太布局可能在南亚这里局势产生了非常大的剧烈的变化。南美的天空要变天了吗？包括哥伦比亚总统因为呢歼10 11因为空战这一次的这个大胜利的感觉，所以让美国后院。大家已经不一定要买美国武器吗？发现买别的也不错这个市场上改变了，所以连哥伦比亚是美国的后院也想买24架代替40年老幼师哥伦比亚、西班牙媒体先后都这样报道，要买24架歼10，这也是40年来以色列量产的这个幼师第一次可能。中国的武器迈进了这里市场，而突破美国垄断的市场。美国当然卖给全世界还要卖给不给，还要看他的脸色呢，还不一定给呢卖给你是给你面子，你要很开心的所以反而中国大陆会取代美国成为武器出口国吗？这个是瑞典在最新的研究国际武器移转趋势里面所分析的。学者认为，过去5年，中国是仅次于美、法、俄全球第4大武器出口，但是各大洲分布来看，现在中国大陆的军火主要其实运往亚洲、大洋洲。那现在是不是要变化了呢？其中63送往一个国家巴基斯坦，未来其他美国后院的国家也可能买了吗？那么多国说是争相相中的是中国大陆的武器，这个各种的黑科技所以中国电子战系统也不再只是单单的一架飞机了，电子战情报系统，阿拉伯国家都很有兴趣，甚至还有这个报道里面讲英国智库的讲我们学到了，看来以后拦截以色列哈比无人机有招了。英国智库的讲法是说，包括了在非洲这些所谓的 CHL 906的系统呢，都改写着中东的防御格局。赖老师，巴基斯坦没有打算要跟印度打架。但是印度是有备而来，结果印度是被巴基斯坦 K 的满头包灰头土脸。到今天为止，印度仍然不肯跟巴基斯坦签下停火协议，也不肯宣布说我们现在就停火了。那现在目前来讲，停火只是往后延而已，但是延到什么时候，印度不说。那这个对于巴基斯坦来说的话，压力很大，因为从情报的显示，印度在克什米尔这个地方继续在征兵中，那印度也很想要报一箭之仇，也就是说，这5架战机有人战机要被 K 下来的时候，即使印度欢庆10天，但是掩盖不了这个残酷的事实，就是它被打下来。国际间已经拿出很多证据，就是印度被打下来。即使印度制造谣言，用官方的媒体制造谣言说巴基斯坦的飞机被印度打下来，国际间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采信印度官方的说法，所以印度的这些说法根本没用。但是国际间看证据看到的就是你印度的战机被巴基斯坦打下来，那看起来印度是有备而来，可能在准备下一波的攻击。因为对于莫迪来说，如果没有真正打好一场硬仗胜仗，那莫迪的这个执政的会有问题的，因为他目前也受到在野党强烈的批评嘛。前段时间在国会的时候那个在野党对他的批评火力全开然后甚至还连演带唱，说你就是我们的一家这个那个我们的阵风就这样呱呱呱呱呱呱就这样掉下来说这个就是我们印度人的耻辱，这么好的飞机被你弄到被打下来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对巴基斯坦的这个副总理兼外长，他的压力很大，因为他在准备筹备就是另外一场冲突，可能印度要再准备另外一场攻击。
那他到大陆去访问的时候，目前传出来的一个就是希望中国大陆供应更先进的武器，所以五代机歼35如果迈进巴基斯坦的话，印度短时间内获得不了任何五代机。美国6代机才是歼50哈，35还是5代机？五代机，但是印度买不到五代机，为什么？因为 F-35也是五代机，但是印度拿不到五代机，为什么？因为美国的量产来不及供应，所以美国也不可能供应印度这五代机。印度的飞行员也还没有接受训练，他也没办法操作这个五代机，也没办法进行战术的演练。但是相信中国大陆已经在训练巴基斯坦的五代机的飞行员了，这也就是他们要提前交付，因为这个消息是去年就传出来，就是巴基斯坦要买这个五代机。那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巴基斯坦先获得五代机的话，巴基斯坦会继续获得空中的优势，因为本来印度是有空中优势，因为他买到的是4代半的阵风战机，那这个歼10事实上是4代机的升级版，但是问题就在于，本来4代半的战机是领先的，结果它被 PK 被5比0被打下来。那一旦巴基斯坦拥有五代机，而印度没有的话，巴基斯坦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就震慑住这个印度不要轻举妄动。那另外有关于这次由于歼10C表现得太优异了，所以确实有很多国家有兴趣了。目前传出来的一个就是哥伦比亚已经直接公布消息，还有埃及之前犹豫不决，传出他可能会改变主意，阿尔及利亚也在传出来会改变主意，孟加拉也在跟中国大陆接触。那问题就在于能不能这么顺利的把武器卖出去，不容易。我的估计是美国一定会施加很大的压力，他一定会阻止，尤其是他会想方设法阻止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的国家向中国大陆购买这些中国大陆的军火，因为我们都知道，一旦购买这些战机一使用就是20-30年，那就代表两国两军的合作还有武器供应是维持20-30年。这个军事关系拉到这么高的层级，就代表这两国的关系会相当的稳定。所以我个人觉得，美国一定会卯足全力，不管是威胁或是利诱，或者是说你如果不买，我就愿意卖你什么。我觉得他们会用尽各种手段阻止他们获得中国的武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18冲突仿佛是空中的武器大赏，突然间世界各国都在看，哎呀，我该买什么飞机？有结论啦，委员。刚刚岳先讲一个，我是很赞成的，因为我一直都有这种感觉，就武器的采购不是那么简单的。武器像是商品，其实它比一般的商品要敏感很多。你有时候有钱都买不到，我们台湾不就这样子吗？我们想买 F-15有买到吗？我们想买这个什么35买得到，买不到，就是它是一个很敏感性的，你必须买主跟卖方有一些特殊的关系，彼此信赖，然后才可能成功。譬如说，刚岳先讲一个很对，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对他来讲这是个很紧张、很敏感的一个问题，军购。那我们就讲以阿根廷为例2015年的时候，阿根廷曾经想要买枭龙，因为阿根廷没有什么好的飞机什么法国买的那个不是最早不是幻象，就在那个福克兰群岛的时候，超级什么战机、超级军刀，他后来他就要换飞机，要买枭龙，连他的国防部长都跑去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用枭龙啊，那这不是表示很明显吗？要买了，最后没有买。他最后就没有，他去买了什么？买了以色列的科菲尔，这个幼狮的改良版。你像以色列会去卖到那里去，当然有美国角色嘛。然后呢，这后来就是去年的事情，他又说可能要买这个阿根廷，阿根廷又是阿根廷，可能会买什么歼10，对不对？歼10可能要买歼10，
结果最后他是买什么？买了丹麦的二手货的，他用过了24架，花了6亿5千万美金买了 F-16。哦，还是所以这个就是有它的这种敏感性。所以你现在想哥伦比亚就是跟阿根廷的情况会很接近，因为你就在美国的后院。你阿根廷不能买中国大陆的骁龙、歼10，那你觉得哥伦比亚要去买歼10，你认为美国不会下手吗？一定下手了啦。所以我觉得不是那么讲，但讲埃及有可能，因为阿拉伯人的自尊，你知道，埃及因为拿美国很多的钱，但是他也要走他的，要显示他的独立外交，因为他对美国的中东政策是极端不满呐，而且他是比较的有底气的一个国家。如果要跟以色列打仗，阿拉伯国家都讲啊，没有埃及是打不成的。有个熟悉就知道，埃及就打得很漂亮嘛，所以埃及就会去买中国大陆的武器，装备。你看他现在就有买了一些嘛，还有阿尔及利亚，对。所以你说埃及有没有可能会去买这个中国大陆，比如说歼10啊，这个改良型的，或者是未来说什么歼35？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反而比在拉丁美洲那些国家买中国大陆的那些武器装备高一点，要可能性要高一点。是，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印巴冲突虽然暂时停火，但现在在打舆论战啊，有机会真的完全的和平到来吗？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高，只是短暂一时的和平。因为在克什米尔的问题太复杂，有它历史的背景跟相关的因素都没那么单纯。那这一次这印度啊，他不敢正视的是残酷的空战结果。你在印度啊，你只要讲出印巴空战的真相，就是巴基斯坦的同路人。还是这个就变成这样，大家就是那就是印度胜好了，这在心理上也能够得到一个安慰奖，是这样。但是我们先来看为什么这印巴的这个冲突，我认为是短暂的和平，因为历史的这种恩恩怨的纠葛太久了，而且这一次的印巴空战，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的互信几乎是没有互信的，双方没有互信，那怎么样？那没有这方面的信任度，将来双方怎么谈？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和平的时间拖久一点，停战的时间拖久一点？没有嘛，大家都会彼此，而且印度抹不下脸，他真正愿意认为他输了吗？他一定要找个时机，找个机会来报复。我认为印度他会这样。第二个，我们来看这个莫迪他要凝聚内部的团结，内部因为印度14亿3千万人，那么多，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国家，然后种族又那么宗教那么复杂，种族也复杂，人那么多。